我们结婚已经3年了，感情一直都挺好的。但是自从发现她怀了孕以后，整个人全都变了。自从我怀孕后，我觉得他越来越不懂我，越来越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也在努力，也尽量的去适应她，但是我无论怎么改变，怎么去适应她，她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最近我发现他跟一个女的在聊天，那个女的是让我非常反感的，我真的已经受不了，我无法忍受了。现在她要跟我离婚，我真的不想离婚，因为组建一个家庭不容易，我想保全她，想大家帮帮我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乔，29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个体；女嘉宾小鱼，24岁，来自湖南吴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几个月了？6个月了。拿个凳子坐着聊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我一直在端详她。我问的第一个问题，怎么就嫁给了这样一个胖子？因为他当时对我特别好。哦，就可以说千依百顺吧。啊。然后当时他妈妈也妈妈爸爸都挺好的。因为我从小没有爸爸，他也挺像一个大兄长吧。啊。我觉得这个男人可以依靠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一个河北，一个湖南的。啊，我们是在游戏里认识的。刚才用了个词叫千依百顺，是吧？这个一个千依百顺的男人，现在又6个月了，干嘛要跟他离婚呢？因为他做了一件让我特别反感的事情，就在我怀孕期间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哦，所以现在我就想离婚，我孩子我也不想要了。这个6个月的孩子啊，他做了什么了？你不可理喻？就当时我们不是在游戏里认识的吗？啊。然后当时我们俩在游戏里先结的婚，然后在游戏里结婚之后，有一个女的就在中间做了很多那种挑拨的事情，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俩吵了很久。啊。就因为这个女的，最后我们2个女的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，她最后才妥协。说那我以后就不再跟她联系了。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几年了，我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找到这个女的联系方式，居然在跟那个女的聊天，然后聊天就算了，她居然抱怨我说她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好，多么的憋屈，跟她老情人抱怨我，你让我怎么想？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也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子了，当时也是赶巧了，应该就是前几天，然后我的朋友把我拉进那个群了，看到那个女孩子，我就没打招呼，我怕她多想。过了大概有个10多分钟，她来主动找我打招呼了，随便聊了一下，刚好她话赶话的就聊到你怎么样了，我说我结婚了已经。那不是，那他问你跟谁结婚了，你说跟我，然后他还说了一句，你怎么跟他结婚了呀？你说，然后你还去他面前抱怨我。我也没说什么，我说我老婆怀孕了5、6个月了，老是碎碎念，然后对我母亲有一点点不像以前了，我就说了这些。然后我当时想马上就给他删掉的，结果我算是一个损友吧，打了我个电话，打完电话就在那瞎聊，我就把这事情就给忘了，结果就被他撞见了。被他看见以后就不依不挠，一定要闹啊！你们俩现在在哪儿生活呀？现在在长沙，我之前在广州待了10年，为了他我才到了长沙。为什么是为了他你才去的长沙？因为我们2个不在同一个城市，一直是异地恋。当时他在长沙，我说你就不行就来广州吧，我所有的事情公司也都在广州。然后他就去了大概待了2年。他在那里待2年，基本上都是水土不服。然后我说那这样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去长沙吧，就在这里扎根了，待了3年了已经。哦，她怀孕你是不是特高兴啊？那肯定的呀。她照顾你照顾的怎么样？一般吧。这还叫一般？我在家里真的是敢怒不敢言，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大了。她怀了孕以后，我就直接在家里就专职的陪她。你可以啊，就不用工作了是吧？这样还不行啊？为啥呀？整天的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他就天天的看我这个也不顺眼，那个也不顺眼了。哦，那你就回去上班呗。我是上班了，我就直接我说那不行的话，我就把妈妈接过来吧。我妈妈是北方人嘛，她是南方人。她说我妈妈做的这个油了，总是那我有的时候是吃不了油的呀，那我还不能说了呢。之前她对我妈妈的那么好，现在对她这样差。你也知道我之前对你妈好啊，那不是怀孕了吗？当着我妈妈的面就直接的就拿什么气都往我身上撒，又是掐又是打的。我妈妈就看着心里挺不舒服的。然后我说那算了，她孕妇咱们就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妈妈就在背后说的，也没敢当着她面说。结果被她听见了。她说啊，你的儿子怎么样，我就不能说了。我妈当时
我感觉就眼窝就已经转漏了。我妈妈有心脏病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她这样子，因为之前这个儿媳妇对她真的是挺好的啊，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完全变了人一样。我也不想啊，有时候你要想我怀孕，我心里也有压力呀。宝宝在肚子里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他好不好，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。然后我就跟我妈商量，我跟她商量，我说不行，把妈妈送回去吧。我说这样我还继续在家照顾你啊。我没办法，我就把我妈妈送回去了。因为在上车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妈在那哭，当时我心里真的是很难受。你母亲走以后，谁照顾她呢？是我，又是我，我在家里就又不上班了，又在家里全职的照顾她。我是属于那种妊娠反应比较大的人，我吐的特别厉害，她吃啥都觉得好，我吃啥就吐啥。他都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，我有多难受。他吃什么，我必须得跟着吃什么。他不能吃的，我也不能吃。我喜欢吃个冰棍，放在冰箱里。他说你这个东西不能吃，不能当着我面吃。我说那我背着你吃好不好？他说不行，然后全都给丢了。那你吃了，我不就看着馋吗？那我也想吃怎么办啊？结果我就不敢买了。好，怀孕之前你媳妇儿挺好的吧？真的挺好的，很孝敬父母。结果她结完婚以后跟变了人一样，完全不是。不是，是结婚就变了，还是怀孕之后变了？怀孕以后变的。怀孕变了。其实我也不想抱怨这些事情，在家里也不敢跟她抱怨，说了以后她马上变脸，变脸以后我怕她孩子有什么事情。你是发自内心的爱这个女人，你怕她翻脸呢，还是说你只是忍她，因为觉得她在孕期？是真的挺爱她的。她是不是怀孕之后，你要在家里服侍她什么的，她那个会越来越升格的挑你的刺儿？是的。她要上厕所，因为孕妇会这个便秘，然后每天晚上她上大厕的时候，她就要蹲40-50分钟，这确实挺难受的。坐便她又不能坐，她只能在另外一个房间上蹲便。她上40-50分钟，我必须得蹲着，跟她一起蹲着，我连坐着都不行。那我不晚上上厕所很怕吗？我这么胖，我真的蹲40-50分钟，你想一想，我站着。哎，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受了这么多罪，你怎么还没瘦点？有一天晚上，就是那天晚上，我就直接睡，有点太困了，我就睡着了嘛。他就一下就把我这个打了我一下，打到头上了，一下我就坐地下了。我说你干嘛呢？他说你干嘛呢？我还是蹲着呢，你在这里看着。对呀，我蹲着你就睡着了，那我让你陪我干嘛呀？我说那不行的话，我就到外面去蹲着吧。我说陪你蹲好吗？哎，他说不行，在外面不行，必须在里面蹲着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他现在意思是坚决离婚，你离吗？我不想离，肯定不想离。结婚已经3年了，在游戏里认识1-2年，然后处了1-2年，这在一起已经5-6年了。因为我长成这样，又这么胖，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我肯定是挺开心的嘛。考虑清楚要离婚是吧？对。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婚必须得离。这男人都这样对待你了，怎么能不离这个婚呢？胖子，你没想开啊！你受了这么大的罪，你怎么能不离婚呢？不想离，得离。不离，离不离，那你就别离呗。不离，回去吧。到我们这儿干嘛？谁要来的？是他要来的。你来干嘛？我就想跟他说清楚。让我们劝着他跟你离婚是吧？那我就问问好不好？这婚怎么离呀？房子是你买的哈？对。房子怎么分？我的名字。那就是车呢？我的名字。存款呢？我的卡里。就他净身走就行了是吧？对。他净身走就行了是吧？我强您一句话，不是净身走，是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特意把名字全都写在他的名下。结婚之前买的，我让他不，这从法律上说就是人家的了。因为让他省心呐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是婚前财产给你的。然后我说以后车子也结婚之前你都全部过渡给他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存款现在在他手里。我在长沙一张银行卡都没有。我明白你为什么不离婚了，你看。那不是这样子。他怕露宿街头啊。不是这样子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来跟我离婚的话，我绝对也是净身出户，我不会要1分钱。因为毕竟女人跟我在一起了，也付出了，我也不想让他那个。是个男人啊！但是老师们，请你们记住啊，今天一个6个月的准妈妈，她提出了要求，为了她好，你们必须让她先生今天在这儿同意跟她离了婚，是这意思吧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！你们还没拆过这事儿吧？这对你们3位来说是一多么大的挑战呢？各位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我也当过孕妇，我也知道孕妇的情绪，因为所有的女性在怀孕期间，内分泌紊乱、激素紊乱，就会导致我们的情绪失控。很多时候我们所需要的，男人是懂不了的。我能抢一下吗？我去体验过孕妇的那个痛啊。你体验不了。不是，我体验过孕妇的那种疼痛、阵痛，我到医院去特意体验过。你体验的是生孩子那个阵痛，但是从怀孕开始到最后生孩子那个过程，你是永远体会不了的。他是体会得到的，他那肚子也不是从小就那么大。不是，这没有体会不到是吧？吃东西吃完了很想吃，一吃完了就要吐，而且那种吐不是自己想吐，是逼着你吐，特别难受。男人是永远体会不了的。所以作为怀孕的女人，那会儿最希望的是我们的男人对我们温柔一点，体贴一点。你说你这么体贴一个男的，怎么能跟老婆斤斤计较呢？刚才赵川老师问说你老婆漂亮吗？你是不是因为她漂亮而喜欢她的？当时见她第一面的时候也没有说她特别漂亮，说实话，但是我老婆属于那种耐看型的，越来越喜欢，越来越爱。女人在怀孕期间也好，不在怀孕期间也好，最喜欢听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的赞美。有什么样赞美，你通通给到她就好了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比你稍微瘦一点，他老婆在半夜12点说：“老公，我想吃柚子。”大冬天12点，北京啊，要吃柚子真的是很难找的。她的老公二话没说，开个车买了3箱，一车的柚子搬回来。老婆想吃就吃，结果买回来以后，他老婆说：“我现在不想吃了，我想睡觉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好吧，老婆你睡觉。”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过后，这是他在刚刚怀孕初期。在后来的时候，他说他们家3居室有一间房子放了无数的零食，那间房子就是他们的仓库，老婆想吃的任何东西在那儿都能拿得到。他说我就一个老婆，我就一个孩子，我老婆情绪好了，我的孩子生出来才会健康，所以好好保护你的老婆，千万不要放掉了。人家是要离婚的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他已经不离了。这说你是要离婚的吗？哎。你自己我觉得必须得离。哎，你看，必须离。外人，你自己也是当爹的。不是他都那样了，人家要离婚，你还不让人心情舒畅一下？孩子6个月了，6个月，对孩子最好的什么？心情舒畅。对，他离了婚都得顺着你。对，你说咋地就咋地，只要你高兴。不离婚吗？必须得离啊！这玩意儿你一天不离，他一天会揪着你不放。让你蹲那是好的，不让你睡觉，不让你吃，而且他心里看着你还烦，这个是对胎儿是最不好的，情绪上的问题，明白不？你还点头，千万不能点头，怎么能离呢？我刚才看他这表现，在听你这说的，我觉得做男人真难啊。他其实说的是产后抑郁，对吧？产前抑郁、产后抑郁都有。我刚才啊特地查了一下，他这些症状啊叫孕期综合症。基本上35%左右的孕妇都会有，其实两方面的表现，一方面呢是身体上的，头晕呐，有高血压呀，可能就是很容易烦躁；还有一方面呢是心理上的，就是你刚才说那几点全是那症状，然后呢觉得老公是不是外面有事儿，对吧？还有经常性的那个暴怒，情绪很不稳定。但是我仔细看了好几遍刚才百度的哈，我怎么就没看出几个症状？跟你这对不上啊！本来对婆婆是不错的，哎，怀孕之后对婆婆不好了，不讲道理。这个百度上没有这么写。我也没有对他妈怎么样呀。那妈妈可是哭着走的呀。老公对你这么好啊，吃点都不行，没有说不能看着吃的那个，老公也不能吃，这些症状都没有啊。你这不是孕期综合症，你是借故发威呢。知道你难受，知道你心里是有不舒服，但是绝没有不让老公吃啊。因为他吃我就会馋呐。不是，你到底想吃不想吃？想吃还不想吃？想吃，吃啊，就能吃。孕妇就是要这张嘴嘛，想吃什么必须得吃。他不吃那些营养的呀，他就吃那些什么梭罗呀、乱七八糟的这些辣的。所以你这里啊有点借题发挥啊。你是不是看他不顺眼，心里烦躁，对不对？跟他离婚。这期节目播出去，有多少女孩得看着哇？不，那不重要，关键游戏那女的会回来。哦，他们俩原来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那游戏那女孩那个电话多少，我通知她看一下这期的播出。你呀，兄弟，10
识相一些好不好？不理。你傻呀？你听我，他烦呀！你听我这句话嘛，你没有之后如果你离了婚，那个姑娘找你，你见还是不见？不见。见还是不见？不见。女孩，我最后跟你说句话啊，有没有这些所谓的症状，你自己最清楚。是不是借题发挥了？是不是自己啊？我为你生了小孩，我怀孕，我最不容易，你全都得听我的，你自己最清楚，好不好？症状，我个人觉得占你的50%，的确难受。但是如果说靠自己这点难受，然后就肆意的去不尊重人，不去足够的给爱给你的老公的话，老公也会犯病的。我的建议就是这些，你想清楚了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不要太过分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问男生女生各一个问题，先问你，如果你老婆生的时候，医生跟你说大人和小孩只能保一个，你会保谁？保大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可以再要，老婆就这一个。我问你这个问题的目的，其实是想说，在这个时候对你老婆好，不仅仅是因为她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最关键的是因为她是你的女人。不管她现在是在孕期需要照顾，还是将来生老病死，你都应该在孕期期间这样对她好。你的答案我很满意。我再问一下女生，如果她要是真的背叛了，你肚子里那个孩子要还是不要？不要。你的答案令我非常失望。你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并不是孕期综合症的问题，而是你认为在孕期的这重负临盆的10个月，你认为你所有忍受的一切都是为了他。其实真正的你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他好不好跟你生不生下这个孩子没有关系。你所有受的痛楚不仅仅是为了他，主要是为了你肚子里的那个他。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好像有所吃亏，感觉是为了他们家，为了他生了孩子，那孩子不是他的，也不仅仅是他妈妈的孙子，主要是你的孩子。所以你不要觉得吃亏。经过我们这些火眼金睛的几个人看来，你的老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但他确实是在某些方面做得有所不妥。而你跟普通的孕妇相比，你无疑是幸福的。你基本上没干活，你基本上你也没有去工作。在我们电视台有很多女主播，她们在生之前1个月，她们甚至都在主持节目，她们的镜头往往是从这个扣子到这个扣子，最后甚至变成了一个大头贴，她们才离开自己的岗位。包括很多我们节目的女编导，肚子都这么大了，还在敲键盘剪带子，你是很幸福的了。所以好好珍惜吧。笑一个。我说话比较直。你做好当妈的准备了吗？6个月的孩子来一句，这孩子我不要了。你知道这样可能一个女人有可能一辈子再做不了母亲了吗？你知道3个月以后你跟他你们这个家庭要面临的是什么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轻易还这么任性呢？不能这样，姑娘，我们其实挺理解的，真的很理解一个女人在孕期的时候那种诸多的难和不容易。问题是这胖子他没有不理解。我听了胖哥刚才说的这个东西，并不是主观故意要去玩花心，要去干嘛呀？胖哥也很委屈啊，是吧？胖哥有委屈吧？不是主观故意吧？就如果你一定要论理的话，咱们就把理讲清楚。但是其实说句实话，在你们家里没理可讲，所以你才这样。你仔细想想要不要离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老婆，以前我们都挺好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没多大事情。以前你对妈妈多好，不像现在。以后我想你一定生完孩子以后不会像现在这样子。所以说我们好好的，别人都说我这样子惯着你不好，但是我还是这样宠着你，为什么？所以说我们好好的，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再跟那个人去联系。他在微信我已经全都关掉了，全都删掉了。不行的话我把电话号码也换掉。我们好好的，4月份我们的孩子就出生了，我真的不想离婚，求你给我次机会好吗？模糊的视角变样，清晰过往事不能
放弃你的美。就算没承诺，没有结果，那会又怎样？风过过，只剩下那个别出来啊！我给你介绍我们舞台的规则啊，就是出来就是不离，也不出来就是离。你要还想跟他离，你就别出来了啊，好吗？注意别动了胎气啊，一切是为你好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还有要说的吗？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女性，一个家庭的特殊时期，因为一个女人孕期的到来而变得特别敏感，有的时候这个家庭关系会变得非常的脆弱。小鹏老师，趁她不在的时候，你给我们说句公允的话。这是不是稍微过了点这孕妇？那肯定是过了一点儿，可是我真的能理解。我们也其实也对，我能理解。6个月了，真的不容易。但是他这么对他也不行啊，要大家都遮着眼睛不骂醒他，他还在那儿呢，那这婚姻真危险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孕妈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从今以你就不能笑一个吗？就那么难吗？胖哥，你现在笑过吗？笑，经常笑，以前经常笑啊，经常笑啊。他现在就给你折磨的就不笑了。你要这么想。你这么愁眉苦脸，那游戏里那个女友才高兴呢。你笑出来，她就不高兴。傻孩子，笑给她看。幸福吗？啊，哎，这男人你嫁对了吗？嫁对了。来吧，还是看你们的浪漫时刻吧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哦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刻吧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老婆，说话呀，多废话，全当减肥了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会出来的，你会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爱你。请亮灯，请亮灯。行，拉着他回去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好的，开开心心的。